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后面的内容。我们说 Linux 系统啊，和我们之前使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非常的不同。Windows 操作系统是一个基于图形化界面的一个操作系统，而 Linux 操作系统呢，最早的 Linux 系统是完全基于字符界面的操作系统。那么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使用，完全是通过敲击键盘，输入各种指令，让计算机去为我们完成相关的操作任务。那么虽然后来 Linux 也开发出了像 GNOME 和 KDE 等等这种优秀的图形化的桌面环境，但是要想体会 Linux 操作系统的强大的功能的话，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它的字符操作界面，它的命令行管理的这种方式上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Linux 的字符操作界面里面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些个命令。Linux 命令有很多，我在这里呢只向大家介绍一些常用的命令。好，我先来打开我的虚拟机。好，打开虚拟机之后呢，我通过鼠标点击这里，打开一个终端窗口。那么这个终端窗口呢，我们称之为一个 shell。一个 shell 的意思呢，这个 shell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操作系统和我们使用者、使用人之间的一个接口，称之为一个 shell。其实如果不考虑这个字符界面的 shell 的话，这个图形化的界面的一个工作环境呢，其实也是我们跟操作系统的一个接口，也可以称之为一个 shell。那么这个 shell 就是一个图形化的 shell。那我们在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使用它的图形化界面的这个操作的，也是一个 shell。好，那因为我们要介绍这个 Linux 下的命令行工具的使用，所以我们需要先打开这一个终端窗口，这样一个 shell， 一个命令行的 shell， 来让我们进行后续的这些命令的输入和使用。好。Linux 里面最简单的命令啊，就是这个 ls 命令，它相当于我们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的 dir 命令。它的作用呢，也就是列出当前目录里面的内容。我当前目录里的内容呢，有 agent 这样一个目录，以及这个 desktop 目录等等，还有这个battery 这样一个文件，还有 ts 文件。net.txt 等等这些文件，还有这样一个压缩包，tar 的压缩包。那有的同学会问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这是目录，这是文件，而这是压缩包，你怎么知道这些呢？因为我们当前这个 Kali 默认情况下使用的是一个 B shell。shell 有很多种类型，有A shell， 有 D shell， 有 B shell， 还有 Z shell 等等等等，有很多种 shell 类型。那么 Kali 使用的呢是其中的这个 B shell。B shell 默认情况下在 Kali 上安装之后，它的这个颜色配色表示方案就是这样规定的。蓝色在字符界面里面，蓝色表示这是一个目录，而白色表示这是一个普通文件。然后这个绿色表示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可能是一个脚本。总之它是有这个可执行权限的一个文件。然后这种红色就表示是一个压缩包文件。好，我们通过 ls 呢查看了这个目录里面的内容。那么 ls 有很多的参数，我们最常使用的呢，比如说像-l，-l 呢可以以一种长格式的这种形式来显示文件名，显示文件的信息。比如这个 agent， 它的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是这个时间，然后它的文件夹的大小，以及这个文件夹的所有者和所有组。然后这里是这个文件夹它的这个链接的个数，有软链接和硬链接。然后这个加了-l 之后的这个显示格式里面呢，最主要的信息，可能最重要的信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最前面的这一串内容。这一串内容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一个字符，
第二部分是后续的这九个字符位置。第一个字符如果是 D， 表示这是一个目录；如果是一个横线，表示这是一个文件。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这个文件和目录，它的这个对象的类型。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目录吧，杠 DEV， 我们可以 ls 一下这个杠 DEV， 然后也加个杠 L 参数。通过LSDEV 呢，我们可以查看到这个目录里面就不只是有 D 和这个横线开头的这两种类型了，它有更多的类型，比如说像这个 C 表示的这是一个设备，这是一个字符型的设备文件 TTY、TTY0 等等，这是一些字符的设备文件，是这个以 C 来表示。而 L 呢，表示的这是一个链接。链接的概念呢，类似于像 Windows 操作系统里面的这个快捷方式。也就是说，这里只是一个链接的名称，实际的文件是放在后面这个相应的位置上，这是实际的文件，这只是一个链接名称。好 ，L 表示链接。另外还比较常见的有这个 B 表示是一个 block， 也就是一个块设备。比如说像硬盘等等这些硬盘分区，像 SDA 这个硬盘设备都属于一些块设备。好，这是几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设备的类型。好，这是 ls-l。杠 L 之外呢，我们还经常会使用到，比如说杠 A。我们 ls 杠 A 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出来的内容会比刚才多出很多，跟你不加 A 相比的话会多出很多。那么多出来的内容呢，都是以点开始来命名的这么一些个文件或者是文件夹。在 Linux 下，凡是以点这个字符起始来命名的文件和文件夹，都是隐藏文件和隐藏文件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杠 ls 杠 A 可以把这些文件都显示出来。好，杠 A 是显示隐藏属性。另外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参数，是杠 H， 我把 A 取消掉吧。只显示这个不是隐藏的这些个文件和文件夹。ls 杠 LH 呢 ，H 的作用是以容易人类阅读的方式去显示这个文件和文件夹的大小。这里是文件和文件夹的大小。我加了杠 H 之后，它就会以这个 K 啊、以兆啊为单位来显示这个目标文件和文件夹的大小。如果不加 H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以字节为单位来进行计数的一个数值，这样的话不太便于我们去阅读，我还要去区分这是 K， 然后这是兆，然后173兆等等，进行这些换算。那么加了 H 之后呢，这个操作系统就替我们把它换算好了。好，既然有大小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显示结果里面呢，以这个大小来进行排序，杠杠 sort 等于 size， 按大小来进行排序。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166兆最大的一个文件放在最上面，然后下面依次减小。好，当然这个排序呢，也可以是按时间来进行排序。这样的话，最近修改过的文件就会排在最上面，然后比较久没有修改的文件呢，就会放在最下面的位置上。好，这是 ls 这个命令。那么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命令就是 cd。CD 和 Windows 下的 CD 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进入某一个目录的作用。比如说 CD 杠 media， 我进入这个目录，然后 ls 一下这个目录下的内容。那么 CD 这里面有几个特殊的这个目录类型，比如说 CD 点
这个点儿呢表示是当前目录，我 cd 点之后还在当前目录，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如果说 cd 点呢，这个的作用就是进入到我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比如我现在 cd 点就到了 media 这个文件夹的上一级，这个目录的上一级目录，也就是根目录下。那么我还可以通过 pwd 来查看一下我当前的工作目录。比如我在 cd 直接输入 cd， 我就进入了这个目录，一个波浪线这个目录。那我也可以在这里输入 pwd 查看一下我当前的工作目录。这个波浪线这个目录呢，其实表示的就是我的用户的主目录。好，这是这几个命令的简单使用。好，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 cat、more 和 till 这3个命令。这3个命令都是用来查看文件内容的。好，比如我来 cat 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要查看一个日志文件的内容，我来 cat v2 下的 log 下的 message。这个 message 文件呢，会记录一些系统的信息，一些个系统变化的信息，在这个文件里面记录。当我需要查看这个文件内容的时候呢，可以使用 cat 这个命令。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文件内容很多，往上滚了好长时间，终于查看完整了这个文件。好，这是 cat 命令，可以用来显示一个文本类型的这个文件的内容。那么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cat 命令当查看一个大文件的时候，它会需要从头到尾的读出这个文件的内容。那如果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多，这个查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回到文件的开头去查找一些我们需要的信息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方便？我需要很多次滑动鼠标滚轮才能够回到最上面的位置，这样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去查看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命令，叫做 more， 还是 more 这个文件 more 这个 message 查看系统的变化的信息。more 命令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输入这个命令之后呢，当显示的内容满了这个终端窗口的这一个屏幕的内容之后，它就会停住，然后在左下角显示一个百分比，表示当前显示的这些内容是全部内容的多少。当我查看完第一屏的内容呢，可以按回车查看，紧接着查看它的下一屏，然后逐屏的去查看相应的内容，一点一点向下查看。好，这样的使用起来呢，可能我们就如果想查看文件前端的内容呢，就会比较方便了。当然如果说不想查看了，可以按 Q 退出。与 more 命令很相似 ，Linux 还有另外一个命令叫 less。我还是查看这个文件。less 命令和 more 命令非常的相似。除了这个 less 命令，在使用 less 命令的时候呢，左下角不会显示这个文件的当前显示的内容已经显示了文件整个内容的多少，不会显示这个百分比数。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别。好，我退出。这是 more、less 和 cat 这几个命令。那么这几个命令，我们发现它都是从头到尾来阅读这个message 文件，然后查看里面的内容。那如果但是这个 message 文件呢，有一个特点，它会将最新的系统变更的信息呢写入到这个文件的最下部、最底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使用 more、less 还是 cat 查看这个文件的时候，都需要大量的翻页之后才能够
翻到这个文件的最底部才能够查看内容，这样操作起来会非常的不便。所以我就要向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命令，就是 tail。tail 命令呢，它默认情况下会显示这个 message 文件的最下面10行的内容，只显示10行内容。当然，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显示更多行的内容，比如我加个-20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查看这个文件最下面那20行的内容。因为这个系统产生的变化，这个日志信息都会记录在最下面，所以我基本上查看最下面的20行就可以找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些信息了。好，那么 tail 命令呢，我在使用它的时候，通常会配合另外一个命令来结合着使用。这个命令叫 watch。watch 命令的这个作用呢，是通过n参数来指定一个时间，每隔多长时间我来循环重复的去运行后面的命令，也就是 tail message 里面的信息。所以完整的这条命令就是每隔2秒钟我要 tail 一下 message 的最后20行的内容，查看比较实时的这个系统变化的信息。好，我现在回车 every 2秒钟，每2秒钟 tail message 文件最后20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当系统产生一些个变化信息的时候呢，就会每隔2秒钟在这里给我刷新出来。好，那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出它的效果呢，现在我的电脑上面插着一个 USB 的一个无线网卡，我现在把这个无线网卡拔掉，这样的话操作系统就产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你失去了一个硬件，产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信息呢，就会被写入到 message 文件里面，而我每隔2秒钟来查询一下 message， 就可以几乎实时的情况下把这个信息显示在这个屏幕上。好，现在我来拔掉这个无线网卡，看看是不是会有信息显示出来。啊，我已经拔掉了。拔掉了之后，是隔了2秒钟就显示出了这样一条记录，叫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这个第2号的这个 USB 设备被 disconnect 断开连接。好，那现在如果把它插上呢，我们先记录一下这个时间，这是刚刚最后一条日志的信息，这个产生的时间。当我把 USB 的网卡再插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刚才断开的那条日志。那么在它紧接着下面，这都是我在把无线网卡插上去之后产生的一些新的系统变化的日志信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实时的了解到系统产生了哪些变化。而且这个无线网卡插上之后呢，会在日志里记录很多的信息，比如说这个无线网卡的厂家的 ID， 然后这个产品的 ID， 然后以及这个无线网卡的是哪个厂家的设备，是 iLink 的，然后它的型号是5370，这个型号的一个无线网卡。同时无线网卡插到这个我的电脑上之后呢，计算机会给它这个无线网卡在系统里面命名成 WLAN 0这个网卡的名称。好，非常详细的信息，这就是 tail 结合 watch 命令来实现的一个功能，这也是我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比较经常的会使用到的一个命令。好，这是 tail 命令。下面我们继续来介绍 CP 和 RM 这两个命令。这两个命令呢，都是对文件进行操作的。我们先 LS 一下本地目录都有哪些文件。好，我们先来 RM 一个。RM 的作用其实就是删除文件，比如说我要删除这个 net.txt 文件。好，
我们再来 ls 一下，这个文件已经消失了。然后再 rm ps1，然后再 ls 啊 ps1 也被我删掉了。好 ，rm 就是用来删除、执行删除功能的这样一个命令。那么 cp 呢是用来拷贝的，就类似于 Windows 下的 copy 那个命令。把我 cp ps 将它 copy 成另外一个名称，比如说还叫 ps1 吧，然后 ls。好，那我现在已经把 ps 复制多生成了一个 ps1 这个文件。好，这是对文件的拷贝和删除操作。那么它同样可以对文件夹目录进行拷贝和删除的操作，只是需要多加一些参数。好，当我对一个目录要进行拷贝的时候，我需要加一个-r 参数。比如我要拷贝这个 agent 目录，然后将它拷贝成重新命名成另外一个名称，比如说叫 A 吧。好，copy 结束了，然后我们 ls 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多出了一个 A 这个文件夹。那如果说我不想使用这个 A 了，我要 rm 它，和 copy 一样，我同样可以加一个-r 参数，这样就可以在 ls 看一下。这样的话 A 这个目录又被我删除掉了。好，这就是 rm 和这个 copy 这两个命令，非常简单。好，下面是 top 和 ps 这两个命令。top 是一个我们在操作系统里可能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命令。我直接输入 top， 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个命令呢，是用来监视 Linux 系统的系统性能参数的这么一个命令。那么它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出现，比如说当前我的这个系统时间，还有我的操作系统已经启动了多长时间 ，up 了多长时间，以及我的当前系统有几个登录账号，还有平均的负载是多少。另外还有当前系统有多少个进程，然后每个进程的状态 running 的有一个进程，然后130个是 sleeping 的，停止的没有，然后这个僵尸进程也没有。下面这一行呢是 CPU 信息，不同状态的这个进程占用的这个 CPU 的百分比，比如说这个 idle 的有 96.7%， 表示我的 CPU 时间大部分处于一个 idle 一个空余的状态，说明我现在系统比较这个空闲。下面的两行呢是关于它的内存信息的，以及这个 switch 交换分区的这个使用情况信息。好，最下面这一部分呢，这一大部分内容是当前系统进程信息。这个当前系统有哪些个进程正在产生，每一个进程占用了多少 CPU， 多少内存，等等。还有这个进程的 PID、进程的用户等等这些信息，非常的全面，而且这是一个每隔几秒钟就会刷新的一个比较实时的一个信息。这个工具呢，不光是可以用来查看当前系统使用情况，它还可以对进程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某些个进程，它占用的 CPU 或者内存非常的巨大，已经导致了影响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导致系统变慢，其他程序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进程杀死，结束掉。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在 top 这个界面里面直接输入 K 这个字母，然后将你要结束的那个进程的 PID 输入到这里面。比如说这个2441这个进程，如果我输入进来回车的话，那么这个进程就会被我结束掉。当然这里面我就不做这个演示了。
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做一些实验。好，这是 top 命令。运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按这个 Q 这个字母来退出 top 这个命令。好，接下来向大家介绍这个 PS 命令。PS 命令呢，就是专门用来查看进程信息的。通常来说，我们会使用-ef 这样一个参数来显示更详细的进程信息。这里面有 UID， 然后 PID、PPID， 这个是 PID 的这个副 ID、Parent ID 副进程，以及它的时间，还有这个 TTY 是从哪个终端产生的进程，进程的名称，以及进程是调用哪个程序目录，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在这里显示出来。好 ，PS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参数，就是 PS-AUX。这里也是跟刚才的-EF，它显示的这个项目都是一样的，显示的这个每一个进程项目，这些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显示的方式以及显示的这个信息列会稍微有些不同。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 CPU 内存占用率以及启动的时间等等 TTY， 这些都是相同的。然后这里面的就不叫 UID 了，它叫 User， 显示的列信息会稍微有不同。好，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好，这是 PS。PS 呢，下面这个命令叫做 grep。grep 是一个用来筛选输出内容的这么一个命令。我们先来做一个演示吧。我先来 cat 一下 ，cat 一个 cat 这个文件，查看一下这个文件里的内容。这是我etc 下的 pwd。passwd 这个文件里存放的是我的操作系统的本地账号。我通过 cat 它呢，可以查看我这个操作系统里一共有多少个账号。第一个是 root 账号，然后后面都是一些系统的这个默认的这个程序账号。那这是 cat 出来的内容会很多。如果说我只想查看这个 cat 出来的结果，我只想查看其中包含特定字符串的某一行内容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grep。比如说我要查看这个文件里面-etc 下的 passwd， 想在这个文件里面只显示某一行是含有，比如说 ssh， 只显示含有 ssh 这个字符串的那一行或者那几行内容。好，那我现在回车，大家可以看到只显示出了一行内容，说明这个文件里只有一行里面含有 ssh 这个字符串。那如果说我显示 ss 呢，这就会多出几行来，比如说 message 这也是 ss， 然后 xss 也是 ss， 然后 ssl 也包含 ss。总之，我筛选的这个字符串，筛选结果只显示包含这个字符串的这些个行。好，这是 grep。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输出更加清晰，看起来更容易找到我们想查看的这个具体的内容。这是 grep 命令。ifconfig 命令呢，我这里就简单说了，因为下一章的内容里呢会有关于 Kali 的网络配置相关的内容。在那里呢，我会详细的向大家介绍这个 ipconfig 的一些使用方法。在这里呢，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最常用的使用方式。ifconfig 直接输入 ifconfig 就是查看我当前的网络配置信息。在这里我可以查看它的 IP 地址、它的 MAC 地址、
广播地址以及子网延码，还有这个发包、收包这些数据的统计。好，另外一个 ifconfig 比较常用的可能是这个将网卡当掉或者是启动。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网卡当掉、关闭掉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当。这个当了之后，我们再来 ifconfig， 这个时候就已经查看不到这个 Ethernet， 因为这个 Ethernet 0我们已经把它给当掉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修改网卡的 MAC 地址，所以需要先把这个网卡当掉，然后修改了 MAC 地址之后呢，然后再把网卡起来。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网卡的 MAC 地址修改一下，-m， 比如说00:1111111111，12345 ，OK， 然后 ETH0， 我要把 ETH0 这个网卡的这个 MAC 地址改成00后面是10个1。好，修改之后呢，我可以把它再启动起来 ifconfig ETH0 up。好，这个时候 ETH0 就启动起来了。我们再 ifconfig 查看一下 Ethernet 0，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硬件地址就变成了00后面跟10个1。所以这也是 ifconfig 可能有某些情况下会需要使用到。当然这种修改呢，在我的 Kali Linux 的这个操作系统下次重启之后，这个 MAC 地址还是会变回它的真实的 MAC 地址。这个 MAC 地址，现在我们修改的这个 MAC 地址只会在本次登录这个期间去使用。好，这是 ifconfig 命令。好，下一个是 netstate。netstate 呢 ，netstate 这个命令是用来查看我们网络的连接信息的。我比较常用的一套参数是这个叛图。用这个拼音的话，我就经常说叫 netstate 叛图。这样的话可以查看我当前这个计算机和哪些个网络里的服务器产生了 TCP 以及 UDP， 这个 TU 就表示 TCP 和 UDP 的连接。好，那我如果现在打开一个视频网站吧，比如优酷。目前我上不了网。我目前这台机器上不了网，那么我在 ping3w 点优酷的时候呢，它提示我这个目标主机找不到。我先来确认一下我的网络连接方式，网卡更改网卡。我现在使用的是 NAT 方式。使用 NAT 方式的话，我要先确认一下我的主机是可以上网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主机操作系统是已经连着这个无线 WiFi 的。所以我的 Kali Linux 这个虚拟机现在选择 NAT 呢，应该是可以上网的。但是它现在提示这个错误信息，这说明这个 3w 点优酷点 com 这个域名，我的机器现在没有办法解析它，没有办法把这个域名解析成 IP 地址，这一定是DNS 解析出了问题。所以我先来查看一下DNS 的配置文件。DNS 现在是这两个配置文件。好，我把它修改一下，修改成我本地的 DNS 服务器地址。我用 vi 命令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vi 命令我们到稍后给大家介绍。我现在先直接修改的话。
好，我把这个 DNS 服务器地址呢改成我的本地 DNS 服务器地址，保存，然后，还是屏不同。大家稍等一下，我进行一个网络的排错，然后再回来。好，我们回来了。我刚才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我的无线路由器啊绑定了网卡的 MAC 地址，而我刚才做演示过程中呢，把我的网卡的 MAC 地址改成了00后面10个1，所以呢，无线路由器禁止我去联网，所以就产生了刚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再来听一下 3w.youku.com， 好，现在网络是畅通的，没有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这个 netstate 这个命令，判图 ，OK，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明显的看出来这个 netstate 它的作用的话，我先在这里首先先打开优酷的网站，然后打开一个视频，这样我的电脑就会跟优酷的服务器产生大量的网络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查看产生了多少的网络连接，可以用 netstate 这个命令对这些网络连接进行一个数据的统计。好，3w.youku.com 今天长江沉船了，那么我们就看这一则信息吧。好，页面我们不用看，回来查看 netstate 判图。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查看这个视频文件的时候，我的机器跟目标服务器产生了大量的这种网络连接，有的是已经 establish 已经建立的，有的是 time wait 还在等待，也有的正在发送这个 SYN， 在做这个 TCP 的起始连接。那么说到这里，我就要提前先介绍一个这个管道的概念了。Linux 操作系统里面呢，可以有很多的管道的方式。管道是什么作用呢？管道可以将我的多个命令在同一行的 Linux 命令行里面进行输入。在这同一行里的命令呢，通过管道方式可以每一个命令之间有不同的关系。那么我们在使用 netstate 的时候呢，我个人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个管道就是这一个竖线。通过这个管道呢，我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只关心我的机器和多少个外网的这些个地址产生了连接，我想把这个信息统计出来。而像这种本地真听的这些个地址和端口的话，这些信息我不想看到，我想把它过滤掉。那如果说我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管道一个竖线，然后 grep -v， 我们使用一个 egrep 吧。这个 egrep 是一个 grep 的一个这个功能上的一个升级版本。和 grep 的功能大体上相当。我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想把凡是含有 0.0.0 的这个字符串的行全都要筛选掉，不显示出来，因为我使用-v。另外呢，或者包含像3个冒号这一行内容的信息，我也不想显示出来，所以我使用这个 egrep。好，通过这样一个命令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000的，还有含有3个冒号的这个行都没有被显示出来。
凡是显示出来的都是含有外网 IP 地址的。那么这样看起来呢，还不是特别直观，我还可以进一步继续进行管道。这回呢，我使用一个 AWK， 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们先输入这个命令，输入完之后，大家就了解它是什么作用了。我 print $12345，好，哎，这个视频可能已经播完了，我们把它重新换一个视频，重新播一下吧。好，我那边又打开一个视频，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 Linux 电脑又和大量的优酷的服务器地址产生网络连接，然后这时候再来查，哦，这回有很多的 IP 地址被查了出来。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AWK 它的作用。当我不加 AWK 的时候，这是所有的 NetState 的信息，我只显示我关心的那些行的内容。那么当我使用 AWK 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显示第5列 NetState 原本输出这个信息的第5列的信息内容，也就是这个含有公网 IP 地址的这一列的内容。那默认情况下 AWK 是以空格来对每一行内容进行一个分块。比如说这 TCP 这是第1块，然后这里有很多的空格，然后0这表示第2块，然后这儿又有空格，然后这又有数据，所以这是第3块，然后这又有空格，然后这就是第4块，然后中间这个空格之后这是第5块。所以既然这是第5块，大家已经很清楚我这个命令的用意了，就是把每一行里面的第5列的内容通过 AWK 显示出来。大家看到这个输出结果里面还有一行叫 and， 还有一行叫 address， 这2行信息如果我也想把它给排除掉的话，可以继续管道，还用 egrep -v 不包含 and 或者address address。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完全都是外网的地址。还有 address， 我是不是输错啊？这里多输了一个 d， 所以没有过滤掉。OK， 这样的话就正确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的 IP， 我的机器和哪些个公网 IP 地址以及目标端口是什么产生了连接，我就把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信息筛选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可以再进一步进行筛选。比如我用 cut 和 AWK 的作用呢类似，也是可以对每一行的内容呢进行分块。那么 cut 呢，我通过-d 参数来指定一下，指定我通过冒号这个符号来对每一行的内容进行分块。我们可以看到每一行内容都是前面是 IP， 后面是端口，通过冒号来进行区分。那么我只想查看 IP 信息，所以这里我就输入-F1，表示通过冒号区分分块之后，我显示前面的第1块。好，大概视频又播完了，所以这里显示出来的 IP 地址呢又变少了。好，我们再换一个视频来点一下，让它再产生大量的网络连接。好，我看又多了很多 IP 地址。这个时候呢，我只关心目标的这个 IP 地址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加管道。这回我对查出来的 IP 地址进行一个排序 ，sort 排序，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大量的 IP 地址。但是这里面大家注意到有重复的 IP 地址。有重复的 IP 地址怎么办呢？我只想这个如果有重复的 IP 地址呢，我只想显示一个，那这时候我可以继续管道 unique OK，unique 这个命令的作用呢，
就是把重复的 IP 地址只显示一次。好，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了一个经过排序的、没有重复的这样一个我和哪些个目标的 IP 地址产生了连接的这些个一个 IP 地址的列表。那么有了这个列表之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列表信息再通过另外一个管道符号输出出来，比如叫输出为一个 IP， 这里面这个大于号就是将我前面命令执行的结果输出到一个目标文件里面去。好，输出到这个 IP 文件。好，我现在回车之后呢，屏幕上没有任何的提示信息，但是我 ls 一下，看到现在我的当前目录下生成了一个 IP 这个文件。那么我 cat 一下 IP 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输入这条命令的时候，我的电脑和哪些个远程 IP 地址还产生着连接。好，这就是 net state， 然后结合 net state 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这个竖线这个管道符号，以及这个大于号这个管道符号。好，我再点一个其他的这个视频。当我再打开一个视频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是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网络连接。那么我再次输入这个命令呢，如果这个还是直接输出给 IP 呢，那么我就会用这些新的网络连接信息覆盖刚才已经存在于这个 IP 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些个 IP 地址。也就是说，这个大于号它会把上次我存的这些个 IP 地址覆盖掉，填入当前新产生的这些 IP 地址。但其实这里呢，我可以输入2个大于号，这样的话呢，我就会把当前 net state 通过这一系列筛选得到的远程 IP 地址，然后追加到 IP 这个文件里面，使这个 IP 的文件是增长而不是替换这个关系。好，我再输入执行完这个命令之后，我们再来 cat 一下 IP， 看看现在 IP 是不是已经有所增长了。好，大家看一下这个 IP 的数量比刚才增长了很多，而且这个最前面的这些个 IP 地址，之前输出的这些 IP 地址都还存在于这个 IP 这个文件里面。那么新发现新产生的这些连接呢，都会在后续追加进来。好，这就是 net state awk sort， 还有 cut， 然后 uniq， 然后等等这个其他几个命令，还有这个大于号这个管道符等等。好，那么接下来我来介绍这个root 命令的话，我这里先不介绍了，因为下一章内容呢，我们会向大家这个单独介绍Kali Linux 的网络配置，在那里面呢，我们再向大家介绍这个 root 这个命令的使用，如何进行添加和删除路由信息。好 mount 是一个用来这个挂载远程文件夹或者是挂载本地文件夹等等的这个用来挂载目录的这么一个操作的命令。我们直接输入 mount 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我现在系统已经挂载了哪些目录，比如说像这个 media-sfd driver， 这个就是我们挂载的我的物理机的地盘。那么而且这个挂载信息里有我挂载这个目标目录时候的这个赋予的权限，比如说-rw 这是读写权限，如果是-ro 的话，我这里没有 ro 的，如果是 ro 的话，那就是 read only 是只读权限的，这些都是我挂载的这个挂载生成的目录。好，这个mount 命令呢，还有一个用途可能是会比较经常用到的。比如说
你下载了一个 ISO 文件，比如说就是 Kali 的这个安装光盘的 ISO 文件，下载到本地之后呢，你想在 Kali Linux 里面查看这个光盘里面的文件内容。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在 Windows 系统下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会去安装一个虚拟光驱的软件，然后用这个虚拟光驱挂载 ISO 文件，然后在本地去查看。但是在 Linux 下呢，我们完全没必要去安装那个虚拟光驱这样一个软件，只要使用 mount 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呢，通常我们会用下面这个命令，比如说叫 mount-o loop， 然后比如说叫 kali.iso， 这就是你要挂载的 ISO 文件，然后把它挂载到什么目录下呢？比如说-mnt 下的-media 吧，-media 下的 cd-rom。回车，那么如果你真有这个 kali.iso 这个文件的话，它就会被 ISO 文件就会被挂载到这个 media 下的 cd-rom 目录，然后我们 cd media cd-rom 这个目录就可以查看里面的内容了。这是一个 mount 命令会使用到的一个场景。然后下一个叫做 demessage 命令。demessage 这个命令呢，我们刚才介绍了那个 tail 命令。tail 命令是用来查看，我们回来看一下 tail 命令。刚才我们查看了这个 log 下的一个 message 这个文件，查看了它最后10行的内容。那么 demessage 呢，其实也是用来查看这个 message 这个文件内容的。和我们用tail 命令查看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这里 op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也是 opt 什么什么，最后一行是这个 rc2 rc-02， 其实它的内容显示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 demess 命令呢也是用来查看它的。这样就如果使用 demess 命令呢，就可以避免我们每次敲这个 message 这个很长的一串这个命令的这个路径了，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好，这是 demessage 这个命令。好，接下来我们再介绍这个 find 命令。好，find 命令呢是用来查找一个查找文件或者查找目录，这个时候需要使用到的。如果说我们大家之前更多的是使用 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习惯，现在突然来使用 Linux 呢，可能会有一个最大的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安装完的这个软件包，具体安装到什么位置去了，然后这个我想找到它的具体位置，经常会可能无从下手，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find 命令。比如说你安装了一个比如说 nmap 吧，安装完 nmap 之后，你想看一下这个 nmap 它的这个执行程序被安装到了哪个目录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find 命令。find 我不知道它具体会放在什么目录下，所以我就从根开始查找。find 命令呢会从根开始逐个子目录逐层的去查找，不会有遗漏，所以我只要指定它最上层的那个目录，这里我指定它的根，从根开始查找，这样所有的名称叫 nmap 的文件都会被查找出来。我通过-name 这个参数指定我要查找的文件的名称。好，我现在回车查找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凡是叫 nmap 的这个文件都会被在这里查找出来。好，结束了。这就是我的系统上所有的叫做 nmap 的这个文件都被查找到了。find 命令还不止于此，它的功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功能。比
比如如果说因为在 Linux 系统下呢，我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命名是大小写敏感的，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确定我要查找的这个文件名是 nmap 还是大写 nmap 还是大写 nmmap， 因为这些名称在 Linux 系统里面是完全不同的文件名，这与 Windows 系统不同。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想把这个不区分大小写的去查找的话，在这里可以输入这个 inmap， 这样的话即使你是大写的 nmap 也会被查找出来。当然我目前的系统里没有大写的 nmap 这样一个这个文件名称。另外这个find 命令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查找了这个 nmap， 查找所有的 nmap 命令，我不查找 nmap 了，每次都查找根的话，这个搜索量可能比较大。我先来 ls 一下，我就 find， 这回 find ps find 当前目录点儿，大家还记得这个点儿吧？然后杠 name， 杠 name 是 ps 星。凡是以 ps 开头 ps 什么什么的文件都会被搜索出来。我先搜索一下。我用引号把它引起来。OK。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查询结果了，因为我有一个通配符啊，搜索的时候我可以支持通配符的 ps 星 ps 什么什么的文件，只要在我当前目录下以及当前目录的子目录下都会被搜索出来。好，这样搜索出来的之后呢，我还可以对这些搜索的结果再做进一步的执行操作，这个是 find 可以支持的一个命令格式。这个时候我可以使用-exec 对搜索结果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操作。比如说我要把所有搜索出来的结果copy 一下，把所有搜索的结果进行 copy 到什么地方去呢？ copy 到-tmp， copy 到这个 tmp 目录下。好，如果copy 到 tmp 下，还要输入两个大括号。好，最后结束这个命令。好，我们回车。好，大家稍等一下，我这里语法可能有点错误。好，我们继续。刚才这个命令啊，语法没有问题。好，我们还是执行它。find 当前目录下名称为 ps 星 ，ps 什么什么，以 ps 开头的所有文件找出来，然后执行 copy。把这些找到的文件呢 copy 出来之后 copy 到 temp 下的这个目录下，然后以这个杠分号去结尾。但是这个命令执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 copy 啊，它会说报了一堆的错误，说无法操作这些个这个文件。但是呢，我们现在到这个 tmp temp 目录里面去看一下。ls 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我当前目录下的这个 ps 以及 ps1 这两个文件已经被拷贝过去了。那么我的这个命令呢，命令里面规定是拷贝过去之后，这个文件名后面加一个.bak 的这个后缀，所以这个也都是 ps 和 ps1 两个文件也是以.bak 后缀为这个后缀名，已经被拷过去了。这个两个文件拷贝是正常的，但是其他这些个文件的拷贝操作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它们是隐藏文件.zap， 这个 find 之后再去 copy 执行的时候，不会对
隐藏目录下的文件进行拷贝的，不光是拷贝，进行这个操作。只要是隐藏目录下的，它都不会去操作。但是不隐藏的文件是已经正常的被拷贝过去了。好，这就是 find 命令。当然 find 命令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个参数，我们还可以指定查找说最近几天进行修改的文件。find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命令。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先简单介绍到这里吧。好 ，find 是一个用来查找文件和文件夹也可以的这样一个命令。那么 where is 呢也是。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命令 where is。 where is 比如说刚才我们查过这个 nmap， 我现在还可以用 where is 查一下。这回搜索到的结果比较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where is 它查找的这个范围没有 find 那么大，但是呢 where is 查找的这个速度会比 find 要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凡是通过操作系统的包管理工具，比如说像 apt 这样的 apt-get 这样的这个包管理工具，还有 dpkg 这样的这个本地安装包的这种包管理工具，通过这些包管理工具安装到操作系统里面去的软件包生成出来的文件，都会在本地生成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呢会收集这些文件的名称，然后 where is 呢，其实它的操作就是去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搜索你要找的这个字符串。如果在那个数据库里面找到了，那么它就会在数据库里面把对应的包含这个字符的这个路径显示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安装的时候是使用的源码安装，那么源码安装就不会通过本地的包管理区去进行安装。这个时候 where is 就查找不到这些相关的文件了，所以 where is 查找的结果是不完整的。但是如果说查找结果在 where is 的数据库里面，那么它的查找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好 ，where is 呢，我们可能也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参数，就是-b 参数。-b参数指的是呢，我查找的是名称叫做 nmap 的这个2进制的文件，也就是 bin 2进制的这个文件，它存放的目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查找到的结果可以发现比刚才少了几个，少了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压缩包格式的这个名称里含有 nmap 的文件。那么其他几个目录，其他几个查询的结果，这个里面的 nmap 都是2进制的执行文件。好，这是 where is。where is 在使用之前呢，可能我们需要用这个 update db 去更新一下这个 where is 要搜索的那个数据库，这样的话就可以查到更多的内容。好，这是 where is。下一个 echo。echo 的作用很简单，就是用来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终端窗口里面去显示某些信息。比如我要 echo hello world，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把我要显示的那些内容信息显示出来。好，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它还是很有用的。我们下面在介绍这个 shell 脚本的时候，会向大家更多的去介绍它的使用方式。好，下面我们先把这个 VI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 Linux 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它是一个基于字符界面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在字符界面的操作系统里呢，对字符类型的文件，比如文本文件进行编辑，进行编辑操作的时候，就是 Linux 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那么作为一个 Linux 系统的使用者和管理员呢，至少要了解一个主流的文本编辑器，这是一个必须的一项技能。那么其中最强大的文本编辑器莫过于 VI。VI 呢其实是这个 VIM 的一个简称。好，比如说现在我要创建一个，我现在在 temp 目录下，我先回到我的主目录下 ，ls 一下，我这里有一个 IP 这个文件。如果说现在我要编辑这个 IP 这个文件，我只要通过 VI， 然后指定目标文件，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了。进来之后呢，这个 VI 啊，VI 的使用其实很复杂，我在这里只能向大家介绍一些它的基本使用方式。VI 进来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这个命令模式下，通过输入冒号，我们看屏幕左下角，通过输入冒号之后，我们可以输入一些个命令，比如说我要查找，查找的话是用这个斜线。我们先从头来说，这个刚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命令输入的一个模式，叫做命令模式。那么在这里，比如说我输入 set number， 冒号 set number， 通过这个命令的输入呢，我可以把这个行号给显示出来，这样的话方便我去阅读和编辑这个文件，比较好的去定位。那么默认进入 VI 之后，这工作在一个这个命令模式下。如果说我对这个文件已经编辑完成了呢，可以再继续输入冒号 write 退出 q quit， 通过这两个参数，我就可以把刚才修改的结果保存起来，然后退出。这是 VI 的这个默认情况下进入 VI 之后这个命令模式。那么如何对这个里面的内容进行修改呢？我们还是在命令模式下先输入相应的命令，就可以实现对文件内容的编辑。比如我在这里输入 i， 好，我输入了，我在键盘上已经敲击了 i 之后，左下角这就会显示当前处于一个插入状态。这个时候呢，我就不是在工作在这个命令模式下了，而是进入一个对文本内容的一个编辑状态。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其中插一些其他的数字或者字符，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编辑等等这些个文本类型的操作。好，这个时候我通过光标移动，通过箭头，通过这个方向键上下左右方向键移动光标到相应的位置上，然后来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修改。好，当我完成了对内容的编辑修改之后，按 ESC， 也就是屏幕这个键盘上最左上角的这个键 ESC 键，按 ESC 键之后，我就又退回到了命令模式。到命令模式下之后，我又可以输入冒号，然后敲入我想敲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命令。比如说我要保存 WQ， 然后回车。这样的话，我刚才的修改的编辑的这个内容就会被保存到这个 IP 这个文件里面去了。我再回来重新编辑它，可以看到这些行已经被插入了新的内容。当然 I 是用来插入的，我在这个命令模式下也可以敲入 A 的话就是添加、增加的意思。或者我再按 ESC 退回到这个命令模式下。好，命令模式下呢，我还可以这个比如说这一行我不想要了，我可以输入这个 DD， 连续输入按两次这个 D 这个字母键，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行删掉。好，这样就删掉了。删掉，如果说我想在当前这一行下面插入一行的话，我可以按字母 O，
大家注意，这些都是在命令模式下这个进行的操作。O 的话就是在当前光标所在行下面插入一行，插入一个空白行。好，插入按 O 之后呢，也就直接变成了这个编辑模式，编辑模式就变成这个插入，左下角显示插入了。好，我再按 ESC 又回到这个命令模式下。命令模式下呢，如果说我想这个复制当前某一行的内容，这个时候我可以按 Y， 按 Y 呢就会对这个当前所在的行进行复制。复制之后，如果说我想到这个空白行这儿进行粘贴的话，这个时候我可以按 P 的话就会将刚才我按 Y 复制的那一行的内容这个粘贴到我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上。好，这是一些个 VI 常用的一些个简单的操作命令吧。我刚才向大家介绍了 I 插入 A 这个是添加，然后 O 是在当前光标所在处下面插入一行，然后这个 Y 是复制，然后 P 是粘贴。然后还有这个命令行下，比如说退出保存 WQ， 或者加一个感叹号表示强制的保存退出。好，这就是 VI 的一些简单使用方法。当然 VI 是非常复杂和强大的一个软件，它的所有的功能其实完全可以写一本书。我刚才向大家介绍只是它最基本的操作，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后续的配置文件，不同软件的这个配置文件的编辑，这些相关的操作。好，如果想更深的了解 VI 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些个教材和书籍。VI 是非常的强大。好，管道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其中2种类型的管道。比如我们刚才介绍了 netstate 的时候，或者我换一个吧，比如说 cat etc 下的 passwd，我只想查看其中的某一个含有某一个字符串的这一行的内容，比如叫 SSL 吧，我就可以通过一个管道符 grep SSL，只显示有这个 SSL 这个字符串的那一行的内容。那么这是一个管道符。另外我们还可以这个使用这个and 的话就是前后2个and这个管道符是前后2个命令都会被依次执行。比如 cd AAA， 我先进入这个 AA 这个目录，然后and ls。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 cd AAA and ls 的时候，先是报错了，因为 cd AAA 我这个当前目录里面，当前所在目录里面没有 AA 这个目录，所以它会给我一个报错。报错完了之后，紧接着去执行 ls， 把我当前目录里的所有内容列出来。好 ，AA 被退出了，这个因为它是失败的，所以and的话就是前后2个命令会依次去执行。好，这是这个。然后如果说这里面有2个and呢，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直接执行一下，看看输出的结果。CDAA 然后2个and在 ls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只提示了 AAA， 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只提示了一个报错，并没有去执行后面的 ls。其实这个2个and符啊，表示的就是如果前面的这个命令执行成功，那么我才会执行后面的命令。如果前面的命令报错了，没有正确执行，那么我是不会去执行后面这个命令的。好，那2个and符，还有一个是2个竖线，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是先来执行一下。
这个2个竖线，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前面的这个命令执行不成功，我才去执行后面的这个命令。因为前面这个 CDAA 我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和目录，所以它会去执行后面这个目录，后面这个命令。如果说它执行成功了，那么它就不会执行后面的这个命令了。好，这是管道符，我们就介绍到这几种管道符吧。好，通过刚才的介绍啊，这个我向大家介绍了大概有十几个 Linux shell 环境下的可以使用的一些个命令。那么通过这些命令呢，我们可以利用管道等等管道符的方式来方便我们日常的工作。但这还不是命令行工具、命令行这个 Linux 的 shell 命令行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大的便利，工作的便利。那么它的其实更多的好处呢，主要是体现在它的 shell 脚本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终端窗口这个界面里面，通过一些个语言逻辑，计算机的语言逻辑，然后利用刚才我们学习到的那些个系统的命令，然后编写一些程序代码。编程的话呢，其实作为一个搞安全研究的人的话，编程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基本的技能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党。当有工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工作；当离开了工具呢，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这样的话，也是被通常所称之为的这种所谓的脚本小子。我们只会使用别人写的脚本、别人写的工具，而没有能力自己去编写工具。所以，无论是 shell 脚本，还是以后后续的课程，我会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些个 Python 的这个编程的这个 Python 脚本语言的这个编程的技巧和这个功能。编程对于这个编程语言呢，是你想成为一个黑客，或者是想去做安全研究，是对这些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一些这个shell 脚本下的一个使用方法，不会很难，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希望大家对这个 shell 编程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吧。首先，我们使用强大的 VI 编辑器，比如说我下面要写一个 shell 脚本，那么就叫1吧。那么 shell 脚本呢，通常我们习惯于以.sh 作为这个文件的结尾。当然，你不以.shh 呢，只要它有执行权限，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那么我们先按这个使用习惯编辑一个1.sh 这个脚本文件，然后按 I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输入井号、叹号，然后bin bash。这一行是所有的脚本的默认的起始行。它的作用呢是说，我下面的所有的要编写的内容都是一个以使用 bin 下面的 bash 这个 shell 文件，使用这个 b shell 来进行下面所有的语言段的一个解释的。所以这个shell 脚本语言也是一种解释型的语言。好，我这里先输入一个简单一点的这个内容。我们刚才提到了 echo， 我们先输入这样一个，让它 echo 的作用就是在屏幕上显示内容。比如我要输入一个显示 IP 冒号，然后我这里加一个-n 的参数。-n 参数表示的是呢，
当我显示了 echo 冒号这个字符出现在屏幕上之后呢，这个光标所处的位置不换行，还处在这个 IP 冒号后面。好，我先用 echo 在屏幕上显示 IP 冒号这样一串字符，然后再通过 read 的话是我们用来定义这个一个变量来这个使用的一个 shell 的脚本里面的一个语句，一个语言。那么我们 read 一个什么呢 ？read 一个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叫 IP。然后我们再 echo your IP is， 然后 color IP。好，我们先写这么几句，然后我们回来编辑完成之后保存退出，然后先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到效果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跟大家做进一步对这个语句的内容做解释。要想让这个 1.sh 可执行的话，我们先要用 change mode 更改一下它的权限，给它赋予可执行的权限。我这里加 x 1.sh， 也就是说把 1.sh 这个文件赋予增加一个执行的权限。好，赋予权限之后，我们先来 ls-l 一下，然后 1.sh 查看一下它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权限已经变成了属主用户和它的组以及其他用户都是具有执行权限的，对这个文件。好，那执行的时候呢，具体执行方法是点以这个增加点文件名这种方式去执行这个脚本。好，执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先是 IP 冒号，然后光标在闪，要求我们输入一个 IP 地址。好，我随便输入一个 192.168.1.100， 回车之后，这个程序就给我们显示出来说 Your IP is 192.168.1.100。那么这个程序它的作用呢，就是根据我们输入的内容，然后给我们反馈说你输入的 IP 是一个什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数值。这个具体的 IP 值呢，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行输入的这个内容。好，这个程序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回来再 vi 1.sh， 再回来再读一下这几条语句，然后加深一下大家对它的理解。首先我 echo 一个-n， 然后 IP 冒号，也就是在这一行里面光标不换行。首先显示 IP 冒号，然后光标不换行的情况下，在 IP 冒号后面要求用户输入一个字符串。那么这个字符串呢，就是通过 read.ip 这一条命令来把这个我输入的内容，把我在这一行后面输入的这个字符串，这个 IP 地址赋给 IP 这个变量。这个时候 IP 就是一个变量，它被赋值成我刚才输入的那个 192.168.1.100 这个 IP 地址了。然后我再 echo 一个字符串，这个引号中间的这个就是原封不动显示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变量的值我用 $IP 来显示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其实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输入，然后给我们反馈一些输出，这就已经实现了其实一个程序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好，程序其实无非就是通过我们用户的输入，根据我们不同的输入给我们返回不同的输出结果，这就是程序的本质。其实好，那我再执行一次这个程序，比如 IP 地址我输入 1.1.1.1， 那么程序就会根据我的输入来给我反馈说 Your IP is 1.1.1.1。那么我不输入 IP 地址行不行？我输入一串奇奇怪怪的字符 OK 也可以，程序也会根据我的输入给我做出不同的反馈。
好，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脚本。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好，我先把这个99.sh 拷贝到我的桌面上来。OK， 这几个我都拷过来了。好，通过这几个脚本文件呢，我跟大家再进一步的演示一下这个 shell 脚本能做哪些事情。我们先来看这个99.sh。我先打开它。刚才我一直是通过 VI 编辑器对这个脚本文件进行编辑的。那么下面呢，我使用一个图形化的一个这个编程的开发环境来打开这个 shell.999.sh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还是井号叹号，然后杠 bin.bash， 这是所有 shell 脚本的标准的起始行，因为这是我们下面的所有语句的一个解释器，所以就是所有的 shell 脚本第一行都需要这么去写。然后这里面呢，我这个程序就增加了一个循环 for 循环。shell 脚本呢，所有的语言几乎都支持这个 for 循环、while 循环等等这些循环操作。那么我看这个 for 循环它在做什么操作？for n in sec 9。那么这里我解释一下 ，sec 9呢是一个从1到9的一个序列，这是这个指令。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终端里面直接输入 sec 9。sec 9其实它就是1 2 3 4 5 6 7 8 9，每一行输出一个字符串。那么 for n 呢，这里面 n 就是一个变量 ，n 呢会从这个1到9逐次去取值，先取1，再取2，再取3，再取4，一直取到9，这样一个循环。先取到1之后呢，这个它会去做 do 下面的操作。do 操作呢，然后这个循环里面又包含了一个循环 for m， 就会又新增了一个 m 变量。m 呢，它又是一个 sec $n，n 是我从这个 sec 9序列里面取的值，然后我又把这个取的值呢作为一个序列，让 m 去逐个去提取，然后这个子循环，子的这个 for 循环里面再 do echo 什么呢 ？echo 杠 n， 还是这个不换行的杠 n， 就跟我们刚才使用的是一样的。然后杠 n 呢 $m 乘以$n 等于这个一个表达式，是用这个$m 乘以$n 去做的真正的计算。前面这是一个这个字符串，而后面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计算的一个表达式。做了这个乘法计算之后呢，然后当这个里面这个循环就结束了，然后再 echo 没有任何内容，这个时候其实它的作用就是 echo 一个换行，回车换行，然后再当表示这个闭合第一个 do 的这个执行操作。这些都执行完之后，然后再循环回来 for i 等于刚才如果说取1的话，那这回就取2，然后再做下面这些循环，然后再执行完之后再回来n 再等于3，然后3再做这个循环。好，这样解释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到这个脚本与这个 shell 脚本它做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操作。好，我们先来执行一下，执行之后然后看到效果了，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语句的内容。好，打开终端，然后.99.sh，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1乘1的1， 1乘2的2， 2得4， 1 3得3， 2 3得6， 3 3得9，这就是
小学我们每个人都学过的99乘法表，通过刚才这个程序，这个脚本语句两个循环，两个嵌套的循环，几行的语句就实现了一个打印99乘法表的这么一个程序。好，我们再回来，这回我通过 VI 吧 ，vi99.sh 来给大家看一下，再回顾一下这个逻辑。首先我 for n 等于这个从1到9逐一去取值，然后再做了一个嵌套的循环，一个变量 m 是在 n 的取值，再做这个序列的循环取值，然后进行 n 和 m 去显示 $n 和 $m 相乘等于什么呢？然后计算出 $n 乘以 $m 的这个实际的计算结果，然后完成里面的这个循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 n 已经取到5了 ，n 等于5的时候 ，m 就从1到5这个序列里面去取值。1到5去取值呢，先是 m 等于1乘以这个$n 等于5，然后15得5，25得5，25 10，然后3 5 15，这样去这个循环里面的这个小循环。循环完了之后，当 m 也等于5的时候，计算5 5 25，然后里面这个循环就结束了，然后再循环回来，在 n 等于6，然后再进行里面的循环。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99乘法表。当然这个99乘法表可能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技术的功能上可能没有特别多的相关。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好，我下面都用 VI 吧，不用这个图形化的工具。VI ping.sh 这个比较简单，还是一个循环 for n 等于 in 一个序列254，从1到254的一个序列。那么这个循环里要do什么呢？do ping 192.168.20.$n， 这是一个 IP 地址。我把这个20修改一下吧，改成1。我要 ping 192.168.1.1.2.3.4.5一直到254，也就是说，我要通过 ping 命令来发现我这个网段里头所有的 IP 地址，活着的 IP 地址，允许我 ping 的 IP 地址。只要你的主机在我这个网络里面，它接受 ping，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 shell 脚本去循环的发现我整个网络里所有活着的主机。那么后面是一些这个 ping 命令然后进行的这个管道。-C 表示是我只 ping 一个包。默认情况下 Linux 下的 ping 呢会一直的 ping，不会终止，所以我这里限制一个-n 的这个 ping 包的数量，然后 grep ttl， 然后 awk， 从中摘取只有 IP 的那个段，然后在 awk 通过-f指定冒号作为分隔符显示第一段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显示那些个活着的主机的 IP。 好，我把这条命令先复制出来，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终端窗口，把它粘贴进去。我先拿一个 IP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 ping 192.168.1.1 发一个包，然后 grep ttl 等等。好，我对 192.168.1.1 发出这个一个 ping 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192.168.1.1 它是活着的，所以它会被显示出来，把它的 IP 地址显示出来。那么如果说我去 ping 11，我不知道这个 IP 地址在我的网络里是不是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就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容。
我完全可以手动的一个一个去ping，这样也可以发现我网络里头所有的 IP 地址11、12、13、14，逐个去ping。但是这样的话就效率太低了，所以我这里写了这个脚本。脚本的作用就是 192.168.1. 点什么后面的这个变量就由这个序列来逐一的产生，逐一的循环的去ping，这样就可以发现我整个网络里所有的活着的 IP 地址。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这个程序这个脚本程序的作用。好，下面我来执行它，.ping。好，第一个 1.1 这个 IP 地址是活着的，然后它会发包向这个.1.2、.1.3、.1.4、.1.5逐个去发起ping包。因为这个大部分我这个网络里面的主机很少，所以这个后续的很多的这个 IP 地址呢都没有主机存在，没有活着的主机存在，所以后面可能都是空的。这样大家可能看不出一个明显的效果。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现在使用这个 Wireshark 来进行抓包一下，让大家看清楚，说我具体到底是在发送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包。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过滤一下，只显示 ICMP 的数据包。好，大家可以看到 ICMP 的数据包从我的主机向目标机器在不停的发送这个ping包。一直在发送，因为没有得到活着主机的响应，所以就一直在ping。现在已经ping到了31、32，它是逐个在ping，29、30、31、32、33、34，总之逐个在ping。我们只要稍等一下就可以ping到254，这样就可以发现我们整个网络里头所有的活着的 IP 地址了。当然前提是目标主机得允许我ping，如果它开了防火墙禁止我ping的话，通过ping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好，这个演示我就先到这里了，后续我就不让它再继续ping了，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些。好，这两个脚本就向大家介绍完了。好，因为脚本这块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向大家再多介绍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些个文件，比如说，某一个 IP 开放了哪些个端口，会得到这样一个列表。那么得到这样一个列表之后呢，如果我想去验证，别人给我的这个 IP 这个文件里面有的这些 IP 地址和端口号，是不是真的这个开放着？我想去验证一下。那么我可以逐个的去手动验证，去这个连接这些端口，手动的去验证它们。但是这样效率很低。我逐个 IP、逐个端口，通过敲命令行，用 Nmap 扫描等等这些方式去验证，效率很低。这个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写一个脚本，利用这个 IP1 这个文件作为一个数据语言，然后通过我的脚本去调用这里面的数据，去自动的完成 IP 以及端口的判断，然后组合成将这里面的 IP 和端口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命令去循环执行，一直到把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 IP 和端口全部都探测验证完成，并将正确的结果反馈出来。这样一个脚本呢也是不难实现的。我可以我还是用 VI 打开它。好， VISE 这个脚本。大家看到这同样是一个脚本，那么第一行我就不说了，这个都是所有脚本都一样的。然后首先我定义一个变量 A 等于这个 cat IP1，
这是我的存放着 IP 和端口的那个文件。我 cat IP1 这个文件之后，然后将 cat 的结果赋给 A 这个变量，然后再做一个循环 B in $A。B 会这里又定义了一个 B 的变量，然后这个 B 的变量呢会在$A， 也就是这个 IP1 这个文件内容里面逐行去读取内容，每次读取一行，读取一行之后呢，然后do下面的这些个操作。do 什么呢？do n 等于 echo $B， 然后 wc 杠大 L， 这是一个管道。竖线，这是一个管道，将前面这个命令输出前面这个命令执行的结果作为一个后面命令的一个输入值来执行操作。那么这又是一个变量 n 等于 echo B，B 是循环在 A 里面每次读取一行数据，那么一旦读取到了数据，就将这个 echo B 显示出来echo B 读到的这个数据内容呢显示出来，然后 wc 杠 L 的作用是来计算它的长度。为什么要计算长度呢？这个时候如果 $n 等于计算出来的长度，如果说大于6的话，杠 great 大于6的话，那么 IP 就等于$B， 这个时候变量 IP 就等于$B。因为我们回来看这个IP1 这个文件啊，这里面如果读取到的这一行内容是 IP 地址的话，那么它一定大于6个字符。我们知道端口是1到65535，那么它是不可能大于6的。而 IP 地址呢，最少是 1.1.1.1.1， 那么它也是7个字符。所以如果说读到的这一行数据是大于6个字符的话，那么它一定是 IP 地址。那么否则的话，它就一定是端口。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个判断 ，if 如果$n 大于6个字符，长度，这里有计算的长度嘛？如果长度大于6，那么读取的这一行一定是一个 IP 地址，否则它就一定是端口。因为我这个文件格式就是这样的，就是 IP 和端口这两个信息。然后做了这个判断之后，然后就来 nmap 杠 t， nmap 这个扫描呢，这个我会在后续的课程跟大家去具体的去介绍。在现在这里呢，大家主要是关注这个变量 $port 是这个端口，只扫描这些个端口，然后这个相应的 IP 地址作为变量去循环的。不停的从头到尾读取这个 IP1 里面的内容，逐行去判断，判断了之后，逐行去逐个变量去赋值到这条命令里面，然后进行执行。执行完了之后，然后再回来继续循环，一直到这个文件被读取完毕，所有的内容都被读取完成，对里面所有的 IP 地址。对这个文件里所有的 IP 地址以及所有端口进行 nmap 的扫描探测，来判断它到底是否是开放的状态。好，那我简单演示一下，演示几个吧，让它扫描几个，点杠 S1， 好，让它执行。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去向这个 IP1 的这个里面的 IP 地址去发起探测了。探测的结果没有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出来。这个结果内容呢，被重定向到这个 R1， 也就是结果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文件夹里面已经探测出来了一部分内容。这个 IP 地址它的这个端口是状态是 filter 的，那么而这个 IP 的这个端口，那么它的状态是 open 的，而且我扫描出来了这个端口上工作的应用程序的 banner 信息，这上面工作的是一个 Tomcat 的阿帕奇。那么并不是每一个端口我 nmap 扫描都确定它是开放的，
有些显示是 filter 的，这个是不确定它是开放状态的。好，那么随着扫描的进行，这个2.1文件里面的内容会逐渐的增加。好，这个扫描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只要证明了这个扫描的脚本是可以正常去工作的就可以了。我们回来再稍微看一眼这个脚本文件。我刚才这个脚本文件前面是 nmap 去执行，执行完最后结果会去2个大于号去不断的增加到这个2.1这个文件里面去，不断的去添加进去。好，这是脚本通过 Shell 脚本实现的一些个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些个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呢，可以比较明显的来节省我们人为的人工操作，这样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Shell 脚本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编程的，也算是一门语言吧，比较简单的一个这个语言。那么后续我还会向大家再更多的介绍一些个这个Python 编程的一些个基本的方法以及语法。好，今天的这一章的内容呢，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今天我们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了Kali Linux 的各种安装场景，以及对安装之后对Kali Linux 的基本使用环境进行了一个熟悉，同时对这个 Shell 环境一些系统常用的这个 Shell 命令做了一些了解，然后最后我们对 Shell 脚本一些循环语句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好，今天的本章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